基本上在15年开始，你的被动收入就可以覆盖你主动的所有的消费了。财务自由才是你人生开始的第一步。如果你死的时候还有20万没有花完，你在年轻的时候就白白多工作了1年。先安身再立命，怎么去寻找自己心中的那个使命？我就会用我自己在英国和美国生活的亲身经历，告诉你。冬天在瑞士做滑雪教练的时候呢，我经常会被问到这样的问题：你夏天干什么？每次遇到这样的疑问的时候，都会觉得比较难以回答，因为在现在这样社会，似乎一个合理的、稳定的工作才是定义你身份的一个最主要的象征，而这让我很难去解释为什么我在夏天不会去工作。很多时候我会在家里做做手工，做做 DIY， 或者出去旅游，学一项新的技能，去潜水，去做滑翔伞。每当我这样如实描述的时候呢，对方就会非常的惊讶，他说：“难道你没有一份工作吗？那么为什么一直去做自己快乐的事情，而不需要考虑工作，不需要考虑赚钱呢？”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一些人生经历，总结起来就只有6个字：先安身，再立命。这边的冰洞有点矮，但是真的超级好看。找这个地方坐一下，小露营灯。这个位置很适合是吧？先安身再立命。先安身就是怎么样可以让自己达到一个基础的财务自由的一个标准，而再立命呢，就是因为财务自由其实只是你人生的第一步，而达到财务自由之后，你再怎么样去寻找自己想要做的事情，自己的爱好。我一直始终相信的一点就是，你可以在职业的早期，通过持续的买入资产，来达到一个非常基础的财务自由。那么接下来我就会用我自己在英国和美国生活的亲身经历，告诉你为什么一个普通人可以花10到15年的时间，让自己的被动收入超过你的基础花费。这里我们用到的理论和罗伯特清崎在他的《穷爸爸富爸爸》一书中描绘的非常相似。你需要做到的就是持续买入能够给你产生正向现金流的资产，然后让资产为你打工。我是13年开始在英国工作的，当时英国的房产其实不是特别贵啊，按照英国人的平均收入来说的话，一年大概能省下10K 左右的这样一个钱。那如果攒了2年之后就20K， 只要不是伦敦市中心内，基本上可以负担起一个公寓。当时我就是这样的，付了这样的10%的首付，然后买了一个3个bedroom的这样的公寓。自己住进去之后呢，另外2间我就出租给我的同事。那个时候突然你的财富的积累速度就会快很多，因为有了第一套房之后，你的花费会大量的减少，而你的收入会大大增加。那么接下来我们用2分钟时间过一下这些实际的数据，想直接看结论的小伙伴们也可以直接跳到后面。我第一套房买在我第一份工作的附近，英国的 Bristol。我当时看了将近1年的时间，才看中了这一套3个卧室的公寓。因为它是之前的 Council House， 最近几年被转成了自住房，以及由于房屋本身的一些限制，它只允许卖给自住的人，而不能做 buy to let 使用，所以它的房价相对便宜。我以185K 的价格买下这套房，当时付了15%的本金，所以贷款大概在157K。13年的时候，英国自住房年利还是比较低的，我获得的贷款的年利息率大概是 1.99%， 每年大概会还3000多镑的利息，加上35年的本金还款期限，那么每年的本金大概在4000多镑。我把房屋稍微装修了一下，然后把另外2间卧室出租给了2个同事。我现在还清晰的记得，当时分别以360镑和420镑把另外2间卧室出租了出去，那每年就会有9000多镑的正的现金收益，扣除房屋的维护成本和每年利息上的花费，每年的净收益只有5000多镑。哪怕减去需要在房子上还的本金，每年的净现金流有800多镑，相当于我就是突然不用付房租了，而且还有人帮我还这个房子的本金。相比于我之前每个月花500镑自己租的房，一年下来净收益的差距就有11000多镑，相当于有不到30K 的本金投入，基本上不到3年就可以回本。我本以为自己会一直在房产投资的这条路上走下去，可后来我因为工作的原因调去了美国，却让我发现了非常不一样的投资市场。我后来是随着工作，在17年的时候去了美国。美国的房产和英国很不一样，美国房产每年要收大概1%到2%，根据不同的地方、不同州不一样的这样一个房产税，所以房屋的持有成本是比较高的。而且当时美国的利率比英国、比欧洲这边也会高很多，所以买房出租给你带来的现金流不像欧洲的这么好。但北美的话呢，也有一个好处，就是资产啊、一些证券啊、股票这方面的投资，它还是做得非常好的。你甚至就是开始去定投一个标普500啊，定投一个指数基金啊，在长期来看，也可以得到非常好的收益。这个是有很多历史的数据证明的。好，那我们还是来看一些基础的数据啊。这些数据非常简单，但结论肯定会让你大吃一惊。想直接看结论的小伙伴们，也可以直接跳到后面。
我查了一下英国的平均年薪大概是37K，我们假设一个毕业生的年薪大概在25K 啊，然后刚工作的这些年呢，工资增长会相对比较快，我们假设年增长率在5%，每个月的基础开销，包括房租啊、吃住啊这些的，在英国平均的基础开销大概在800到1200镑。当然，这个数字在伦敦会高出很多，我们一会儿会再做调整。最后，我们看一下投资股市的回报率。标普500指数在过去的20年中，平均回报率大概9.72%。如果我们扣除2.5%的通胀的话，那么实际回报率大概在7.2%左右。把这些数据放到表格中呢，那么从25K 的年薪开始，扣除你的税务和生活成本，这就是每年大概能省下来的存款。假设我们第一年没有其他的收入，这就是我们第一年的总资产了。把这个表格继续往下拉呢，从第2年我们的总资产的计算方式就会有些变化。从这一年开始呢，我们的总资产就是我们的年存款，加上上一个年度的总资产，加上上一个年度这些资产的投资回报。而投资回报我们已经说过，就按照扣除通胀之后过去20年的标普平均回报来算，在7.22%。把这个表往下拉呢，不出所料的，我们每年的存款呢会因为我们的工资上涨而略微上涨，我们的总资产也会随之而上涨。但这里面反常识的就是，你的资产收益上涨的速度会远超过你的税前工资上涨的速度。也就是说，只要你的生活成本不随着你的资产增加而增加，那么只需要到第12年，你的资产收益就已经超过你的生活成本了。我们把计算的前提稍微改一下，你也可以看出来，在不同的年增长率以及月开销的基础上，只要你持续投资，基本上在10到20年内，你的资产收益就会超过你的生活成本，也就是说你达到了最基础的财务自由。你可以说有家庭有孩子之后，你的生活成本会上升，你也可以按照这个表继续往后工作，继续积累你的财富。但我想表达的是，一个最基础的财务自由，也就是你的资产收益超过你的生活成本，并不是一个普通人遥不可及的事情。你只需要理性的规划、合理的消费以及做时间的朋友，基本上在15年开始，你的被动收入就可以覆盖你主动的所有的消费了。所以这不是一个很长的时间。当然，你可能会觉得7.2%的回报非常不稳定。而大多数的 FIRE community 都建议你的生活花费不超过你总资产的4%，但这就是我们和 FIRE 不同的原因了。在这里，一个基础的财务自由不是你的目标，不是你的终点，而是你下一个人生的起点。如果安身是 free from， 让你不受很多事情的限制，那么立命就是 free to， 给予自己追寻的自由，让你可以自由的去探索、去创造、去释放你的生命力。在这个阶段，有的人去做了动物收容所，有的人去开了自己的咖啡馆，有的人去创业，有的人去旅行，有的人继续奋斗兼济天下，有的人归园田居独善其身。因为在这个阶段，他们的收入只是他们在做自己爱好的事情上的副产品，而真正重要的是他们在用全身心的爱和这个世界产生碰撞。在那个 David Brooks 有一本书叫《第2座山》中，他描写了一个这样的状态。他说，人生一般会攀2座山，第1座山是代表自我，代表你的成就、你的成长，代表获得更多；而第2座山呢，是代表给予，是你找到了，它叫 something bigger than yourself， 找到一个让你觉得你可以为之而付出、为之而努力、为之而奉献的一个东西。而我们在达到了安身这个阶段，去寻找我们立命的时候，这是一个非常漫长、非常艰难、因人而异的一个事情了。为什么立命会如此的困难呢？第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很难停下在安身状态下的惯性，停止追求财富的脚步。第二个原因就是我们很少聆听内心的声音，而封闭过久的内心会变得不那么敏感，更难重新找到爱和追求。物质真正给你带来的更多的快乐，从你满足基本生活之后，其实已经非常少了。但我们大多数人还是在达到一个基础的财富自由之后，很难放下来，你会继续的工作。但那个时候，你的目标已经不是钱这个东西本身了，你满足的是一个和人与人之间互相对比、竞争的这种心理的满足感。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人类的生产力在过去的200年中翻了几10倍？我们现代人1个小时的劳动成果就可以换取狩猎采集时期1周才能获得的卡路里数量，但我们每日花在劳作上的时间却不减反增呢？这一部分原因是因为现代的社会创造了更多的需求，但更重要的原因是人类依然在玩2种不同的游戏，一种叫财富游戏，一种叫地位游戏。传奇投资人纳瓦尔在他的《纳瓦尔宝典》一书中做出了非常好的总结。Now we have wealth creation, where you can actually create a product or a service. You can scale that product or service, and you can provide abundance for a lot of people. And that's not zero sum. That's a positive sum game. I can be wealthy, you can be wealthy, we can create things together. But status is limited. There's limited status to go around. It's a ranking ladder, it's a hierarchy. And so to rise in status, somebody else has to lower in status.
just realize that status games are inherently limited. They're always combative. Now you see people get rich, they have money, what do they want? They want status. And they start trying to trade the money for status. So, people always want what they don't have. 资产可以变得越来越多，但人类社会的地位却是有限的。满足一个人物质需求的资产是有限的，是可以达到的，但满足地位需求所需要的资产却是近乎于无限的。有一个小练习，我觉得我们所有人都可以做一下，它的结果可能会让你非常的吃惊，就是在1个月内记录下你的每一笔的花费，并且给它标记哪些是我的必要花费，哪些是我在人与人之间竞争所花的游戏费，它的结果可能很让你吃惊。而且其实人真的不需要那么多收入。之前看另外一本书叫那个 Die with Zero， 他当时说的这个概念真的非常 hit 我，就是假设1年赚个20万，对吧？如果你的死的时候还有20万没有花完，你在年轻的时候就白白多工作了1年，是不是？他把 experience 看作一种货币，他说这个 experience 是会增值的，不像货币一样，货币是随着时间贬值的，而 experience 就是你越早经历的这种 experience， 在你后半的人生中，它会持续的发酵，持续的增值。而你早期的时候多储蓄这种人生的 experience， 就是多把这些钱换成的 experience， 在你的整个人生中的后半程或者你的整个剩下人生会有更多的体验。怎么去寻找自己心中的那个使命，其实很难。这是为什么我经常会觉得财务自由才是你人生开始的第一步，而这一步之后，你的人生会遇到更多的选择，更多的迷茫，更多的痛苦和更多的快乐。这一步最关键的就是如何让自己从用头脑去思考变成用身体去感受。有的人他可能在安生之前，他有某种天赋，有某种爱好，他可能一下来就知道自己想做什么，特别快乐，并且愿意一辈子为一件事情而付出。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反而开始第2个阶段非常的困难，因为我们从小被教育都是怎么样适应这个社会，怎么样认同大家的主流价值观，怎么样通过一些客观的因素，比如说你的财富、你的地位来衡量你自己。但是我们从来没有被教育过怎么样就是寻找自己所认为的快乐。我觉得很难用一种说教的方式来告诉一个人你喜欢什么，你应该去做什么。我们有2点是可以做的。第一点就是主动的增加自己人生的体验，去旅行，去看书，去学习，去认识新的人，去体验不同的生活方式，去体验不同的环境。光有这种被动的体验也是不够的。有时候这种体验就像过眼云烟，从你眼前过去之后，并没有留下什么痕迹。那我们要做的第2点就是怎么样增加自己内心的感知能力。我们在爬第1座山，在安身，在达到财富自由这个过程中，会很多的用到我们的头脑，用到我们的理性去算计，去计划我们的财务的这种得失，去计划我们的人生，去计划我们在这个职场上如何可以爬得更高，能获得更高的权利和地位。这需要很多头脑，需要很多理性的介入。而我们在寻找第2座山的时候，我们需要更多的是我们的感性，我们的身体。当你过多的依赖理性的时候，有时候理性会让你忽视身体的很多反应。而在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增加的就是对我们身体的感受，而身体是你情绪的载体。增加对身体的感受，也就是增加对你内心、对你情绪、对你真正的爱、恨、快乐和痛苦的更直接的感受。在这种更多增加人生体验，然后更多的去感受这种体验的时候，你会渐渐找到自己真正的命，就是到了我们的第2个阶段，也就是立命了。有一点大家的误区就是，很多人在找爱好的过程中，他看的是这个爱好给自己带来了什么。比如说你去滑雪，你会觉得这个爱好给你带来了一些生理上的刺激，每天可以看到更好的风景，这些是它给你带来的一些乐趣。但如果一个东西你就是真正坚持下去，我觉得可能你想的更多的就是你给这个东西可以带来什么。比如说，我觉得我可以拍更多的免费的优质的滑雪内容，让大家都可以更容易的开始接触这个运动，可以更好的去参与。我觉得这是一个我可以给它带来的东西。我在这个活动中不再是像在我们说的第1座山上，你想要的是怎么样获取，怎么样让自己变得更多，你想的是怎么奉献，怎么样给予，怎么样帮助。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其实你收获到的和第1种就是在你获取的时候是不一样的快乐，多了一点我们常说的使命感，或者多了一点心理上的不同的满足感，
但这种感觉就是会更容易的让你就是一直做下去。我觉得就是很完美的一种状态，就是你如果你很享受这个过程，然后收入这个时候就变得不是目的了，但是它只是一个你在做这个快乐的事情之后它的一个副产品，一个 byproduct。你喜欢的事情不一定是一辈子做下去了，你也可以就是做的过程中你发现更多的爱好，更多的喜欢，然后你就更换，而是说就是你达到一个基础的财务自由之后，你再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喜欢的事情可以给你带来收入，但你并不依赖这个收入。我觉得这是一种特别好的状态。